我是老板，我们恋爱的时候有时候会辜负别人的话怎么办啊？我发现很多人会很有罪恶感，然后很愧疚这样我们今天来聊一下，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好，这集是因为有很多的辣椒粉发问说，他们有遇到几个情况，然后会很有罪恶感，很难消除内心的那种愧疚，不知道该怎么过得去。例如什么，拒绝对自己很好很好的追求者，你知道他真的很爱你，对你真的很用心，可是又拒绝他的时候，或者跟曾经真的非常要好的男女朋友分手，就你们真的要好了好几年，然后因为什么原因分手了，那时候真的是很愧疚，或者是拒绝复合。可能前男友前女友又回来找你，然后就你拒绝他，甚至有些人只是跟网友聊天而已，过几天没理对方了，就很愧疚，就好像欠对方什么，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这样啊。可是不认识认识啊，已经暧昧了，就聊了好几天，有点暧昧啊。你可能有撩人家，还是怎么样，甚至有出来一次啊。对啊，像这种情况，可能每个人的心理程度不同，可是多多少少都造成一些愧疚感。怎么办？怎么消化？你们有遇过这种情况吗？我之前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然后我们上课下课都会一起走。是男生吗？对啊，男生。讲什么很好的朋友，有暧昧吗？一开始还没，然后我们回家也会讲电话，然后会讲到睡着的那一种，很暧昧已经有暧昧了啦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就去看电影，然后我们看完之后，他出来他就突然跟我说：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我说：“什么话？”然后我就有点紧张，就想告白。对，我就有点感觉，可是我有点害怕，我想说还是确认一下他要讲什么。结果后来他就突然告白了。然后我就吓到，我就当下傻在那边。我就你跟他没有要往这个意思就对了。我没有想哦，那你干嘛每天跟他讲电话讲到睡觉啊？可能突然他告白，我吓到了，突然发现我不想哦，懂。所以后来你就冷淡了，我就冷淡，你就开始躲他。对，然后就没有联络了。然后你有罪恶感？一点点不好意思，可是我当下真的没办法，因为毕竟原本那么好。不是啊，可是你们是暧昧60%，然后突然变100%，然后又变0因为可能我还没准备好，他突然间我突然吓到了。对，所以很多人你看，刚刚这一点可以学到，不管男生女生有时候会在破了那个临界点的时候，突然觉得我不想。对，就是大家前面都很好，会觉得蛮开心的，有个伴什么的，聊得也很愉快，然后我也很习惯有你的陪伴。可是我喜欢这样的关系。你过了之后，可能要牵手啊，要变男女朋友，要再进一步的时候，你突然觉得那好像不是我想要的，不太想，吓到了。对，有一点突然吓到，不然你其实你应该是会很开心、好棒的感觉，然后马上答应。对，你可能早就已经幻想不知道几次了这样，可是突然那一秒你会觉得，好像哪里怪怪，然后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，然后你开始会躲着他，那就是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他啦，不然绝对不会是这样。好，那你就在这一刻摸清楚了自己的心情，其实冷淡掉或断绝掉是好事，因为你也不要再浪费人家时间嘛，他也不要再错误的，就是付出在你身上了。对。可是人们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就会想说，我怎么对他这样？尤其是他可能失魂落魄的，对，或者是或者是甚至他会跟你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有时候有一些人会不小心情了，就是你不知道我们之前我们每天怎样的时光，你想想看那一天我们聊了多久，然后我陪你什么，或你陪我什么度过什么，有时候那些东西就会拿出来告诉你说，那你现在怎么可以不理我？就有一点点小小的情了，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，哦，是我不对还是怎么样？这样就会有这种心情，那就是刚刚网友说的罪恶感、歉疚感，然后好像对不起他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反思一点，但我们真的要因为对他的歉疚感，难道要因为这样我们要跟他在一起吗？就因为我觉得对你很不好意思，所以我要答应你的追求吗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因为这也不是对的，因为我明明没那么喜欢你啊。对啊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消化自己的这个愧疚感，而不是去想着我是不是做错事，那我如果跟他在一起，他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？然后我就可以消灭我的歉疚感了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为了我自己的自由恋爱的心情来讲，我真的不可能因为这样我就跟你在一起啊。所以我们要想的是这个东西，我们就好好怎么样去消化就好了。我们人生一定是难免会辜负一些人的，不可能皆大欢喜的，不然每个追你的人都好啊，OK， 不可能嘛，一定会有那种。可是我没那么喜欢你，或者我跟你不是想要这种关系。也许就算你们在一起了，有一天你不爱了，你有可能会放弃他，可他可能还很爱你哦。对，我们人生难免都会有遇到这些情况的，所以辜负别人是我们人生必经过程我觉得是这样，所以不要为了辜负一个人就一直觉得自己哪里错哪里不对，然后一直想去弥补，因为很多人会在这个过程中想去弥补，于是又跟对方联络，又找对方出来，好，对方又放不掉你了，又断不了了。对，但是你又不跟他在一起，因为你又过不去。对啊，对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无限循环。对，很多人就是都这样子，或者是跟前任分手了，可是又对他愧疚，所以于是又嘘寒问暖，
哦你要是交到这种男友，你是不是很生气？对因为他就是对他有愧疚感，或者是前女友来追复合，然后他不要，但是他又觉得不好意思，于是他又对他有关心，又偶尔有送东西，甚至偶尔不小心还有出去，想说啊，不然去一下，反正我们也没干嘛。好，你在那边这样子拉拉扯扯，对藕断丝连，然后让对方一直对你放心不下，其实是最不好的。你还不如就直接辜负他，断干净，因为你知道他对你没办法当普通朋友的心情。对，所以不要在那边假装是普通朋友，自以为是普通朋友，可是你们心中都知道，明明就不是。那个感情不一样。对，所以我们人生之中，只要你谈的恋爱次数够多，再怎样，一定是会辜负几个人的啦。我曾经跟我有任男友，某年的情人节，我们就互送了东西，然后我给他一封信，他给我了一盒金沙的巧克力。我收到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给他的是分手信。怎么有人在情人节提分手啊？我没有注意到那是情人节，你没注意到？那你就刚好那一天，我还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送我巧克力？就是一个巧合就对了。你有没有想过这造成他这辈子很大的阴影？我不知道以后的情人节都会想到，他有收到一封分手信。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就再也没见面。你等于就当天提分手的概念。对，而且以前不敢直接讲，不好意思讲，所以我就写信，用写的，然后没想到是情人节，然后我那个巧克力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但我还是把它吃光了。一点良心都没有。难怪刚刚前面说我都不会愧疚。我有不好意思一下下啦。好了，他是不小心的，但不然其实正常应该不会想要情人节的时候提分手，要么你也前一个礼拜，对嘛？而且你还送人家巧克力，还收下了，还没有说不好意思就退给他。我想说，我不能跟他说那个信的内容啊，你还要回家，我不说很奇怪你还要装，你看你分手信就不该给出去啊！不行，可是我不想跟他在一起因为已经真的确定不想在一起了。好，以后先注意一下节日好不好？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好不好？我讲我自己的案例好了，我曾经有拒绝过一个对我非常好的男生，因为他在追我嘛，然后我们有出去过几次了，可是我那时候有喜欢别人哦，对，所以我一直还在观望这样子，但我知道他已经非常非常喜欢我，他已经整个很投入了这样，哇，赢了，已经非常投入。然后因为我一直没有真的跟他在一起，然后后来我跟别人在一起了。对，但我也没跟他讲清楚，然后他也知道我好像对他就是若即若离了这样子，然后也减少联络了。他有一次在喝完酒之后，你知道男生喝完酒会讲真话，他就打给我，他前面就有跟我说他去喝酒了，我就想说你跟我讲这个应该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些东西过不去这样子，对，因为他也很久没见到我了。后来果然喝醉之后，他就一直疯狂打给我，然后我都不接，借酒装疯，我都不接，因为他就有胆子跟你讲话嘛。然后后来他就录了语音跟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多喜欢你吗？好像你知道你这样我多伤心吗？你都不出来。”你就听到一个人，他是很真诚的掏心掏肺，丢掉面子去跟你说：“你知道我第一次那么喜欢一个女生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好痛苦哦。”对，然后有点要哭的感觉。然后你知道我在听的时候，我非常非常的难受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很真诚、很真心一片的一个男生，然后可是我却没有办法回馈你。可是你就是有喜欢的人呐。是啊，然后他跟那个晚上就很鲁，就一直录语音，然后又一直打。可是我就是不接，因为我觉得我接了就会解除你的封印，你知道吗？会心软。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冷处理嘛，我就是不做任何回应这样。但其实我都有听，然后我就很难受，我就也是听到有点要哭了，你知道，我也是觉得，哦，那种你要放弃一个这么喜欢你的人，确实我们内心其实也是不好受的，很痛苦。对，然后我们还要很冷漠。然后他最后就给我一个最后的通牒说：“你接电话，我去找你好不好？拜托，什么什么。”真的会来耶！我真的不能回应他，因为很多女生会在这时候心软说：“好啊，不然就是去找他，或者是让他来。”然后想说好好跟他断，对不对？不行，他看到你还要怎么断？哦，他如果一把把你抱住，你要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很危险的。对你很危险哦，你万一被冲昏头，你突然觉得很火热。怎么办？你死定了你！很刺激。对啊，他等一下把你推压在墙上怎么办呢？暗巷里怎么办呢？你不知道，因为酒后他一定会做很多冲动的行为，而且他很久没看到你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心软，会很麻烦的。对，因为你可能又会有了肢体的接触或搂搂抱抱什么，你会很麻烦的。对，所以我就想，我真的必须冷处理到底，我就是得狠一点，才是对他是最好的。我一定要辜负你，否则你不会断。所以我绝对不可以在这种时候心软。虽然我很难受，可是我还是必须什么也不做。哇，那他隔天醒来会很痛苦而且他应该会很后悔吧？传那么多语，对，而且他一定会很心寒。对啊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是不理我。哦，对，会耶。他一定会很恨我，他一定会觉得我真的很过分，好狠哦。对，可是我的狠是真的对他比较好，他才会放弃，他才会放下我，跨出去认识下一个女生，不然还会一直等你。对。我如果又回应，我如果又你不要这样啦，哎呦你先回家啦，不要这样，明天再跟你说。我只要每一次给他一点点这种回应，他绝对放不下我的。哦，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消失在你的人生。哇，才是对你是最好的帮助，这就是辜负别人的意义。
我辜负你是要让你放下我，去开启你之后的人生。你还有很多女生可以追求，还有很多很好的女生可以喜欢。我觉得女生都会觉得，那对方如果一蹶不振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不会很久的啦，一定过得去啦，一定有一天会站起来的。他一定会认识新的女生的，也许他这辈子都很恨我，也说不定。我觉得，我感觉他投入的那种状态，他可能会一辈子都觉得我辜负他的这个东西，他想到应该都很痛。对，他可能会恨我一辈子，对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对他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回报你对我这样的感情，我很清楚我没有办法回报你，所以与其在那边每一次你给我10，我给你1，你给我10，我又给你0.5，还不如我什么都不要给你，你有一天才会停止变成0，不然你会永远给我10，给我9，给我8，然后我在这边0.5，你们1的给人家脸碎屑，会觉得有希望，这才是最不 OK 的。不要怕辜负别人，不要心软，不要觉得好像歉疚，好像罪恶感，然后就要再去理他，或者是就跟他再出去1-2次，这才是最坏的。不要自以为，对啊，太坏了。你过不去的是你自己的歉疚感，然后你就在那边去一下又没去一下的。我真的是会这样对啊，真正好的是我就是不理你，你才会断掉我，你才有你自己的人生。要学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人生势必真的是要辜负几个人的，一定的。所以一旦如果今天是你被辜负的时候，也不要太难过。然后相反的换位思考，你也不要因为自己被辜负的时候，对方又理你一下，你就觉得好像还有希望。对，你要注意一下，他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罪恶感，又来理你一下下，又跟你出去一下下，又那还是会回你一下下，但他的心根本就不在你身上。好生气哦！你自己要放手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像我刚刚那样。大家大部分都很坏的啦，心都很软的啦，都在那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啦，又把你拖个2-3年啦。就是力的。好啦，希望这一集大家可以学到辜负别人的意义，跟别人辜负你的时候该怎么办。如果喜欢我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IG哦。